您怎么知道的？刚才我这里有人偷着向外面打了个电话，我想应该是关于明天会谈的事情。刚刚接到共产党的电话，会谈的时间地点泄露了。我看到了他的背影。青衣吗？您确定是他？确定，就在76号里面。他是谁？只是一个背影，天太黑，他逃走了。哎呀，太可惜了。如果牧羊人和重庆会谈成功，您认为我会让会谈顺利进行吗？而且还有一个人也同样不想看到这个结果。闪官确实会出手破坏，但如果被他抓到了牧羊人，那我在76号就再也没有抬头的机会了。再如果别人不小心查到你参与了破坏会谈，对你的影响应该也不小吧？您有什么计划？我来行动，替你解除后顾之忧。条件呢？我要牧羊人青衣交给你。您都没有看清楚青衣是谁，怎么交给我？一个很简单的方法。青衣为了掩盖身份，明天他肯定会出现在游山公馆，而不是新的会谈地点。所以你就为了立功出卖了我们的行动。别说的那么难听。真正的叛徒，现在还在这里。山田少佐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？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鹤中共和青衣知道。我领命去的。谁的命令？闪官的命令。现在看来，闪官和我都提前知道了新的会谈地址，那我们俩就都应该是青衣的嫌疑人。可据我所知，闪官在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离开过一次临时指挥部。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让霍飞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时间。打电话，现在不用打了。处长，我在呢。凌晨3点回来。太巧了，木西鹤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，恰好在闪官离开的20分钟之后。我想闪官可能要回答，他到底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：木西鹤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，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，而是一个公用电话。雷达车只是青衣的一个幌子，他想让所有人认为是雷达车上的电话往外传递的情报，目的是把我们怀疑青衣的视线锁定在当晚留在临时指挥部的人身上。真正传递出去情报的，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，而是公用电话。说到这里，我的嫌疑已经可以排除了。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，只有离开过的闪官才有机会接触公用电话。你刚才说了那么多，只说对了一点：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和中共和青衣知道，
可闪官却提前派你去湖心木屋埋伏。请问，他是怎么知道新的会谈地址的？只有一个答案才能解释得通：闪官就是青衣。不要转移话题，你现在只要回答。牧羊人和军统更改了地址，你为什么不上报？我当然上报了，只不过我上报的对象是古正将军。这是我的职责，是将军给予我的特权。你没想到吧？将军早就知道青衣的存在，而你就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。沈处长，古正将军有请。闪官被抓了，日本人怀疑闪官是青衣，任道远被释放，官复原职。知道会谈地址改变的只有这4个人。那么问题就出在这3个人身上。改变会谈地址的命令是沈校下达的。沈处长不可能有问题。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，他早就知道，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。会谈地址改变他也知道，但直到我们冲出木西河的猎杀包围圈时，他才告诉我。为了保护牧羊人，他有可能以我做诱饵，拖住幽山公馆的人，甚至他也有可能早就知道木西河要绞杀我。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，请问，他跟策划庆祝我的幕后黑手有什么两样？我相信沈处长。我也希望我是错的，但是根据事实，我无法排除我的推断。木西和同时在2个地方布局，借助任道远的手破坏会谈，撇清关系，然后安排左凌阳庆祝。木西鹤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你。找到匡伟，我们应该会有新的线索。那花向宇呢？我来想办法。先找匡伟。你的任务没有完成，陆枫还活着。陆枫还在上海，继续你的任务。是。你继续听从陆枫的安排，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。是。我觉着应该让匡伟离开上海。如果让他针对陆枫单独行动，没有人策应的话，只会送死。一旦让陆枫抓住他，我们只会更被动。匡伟留在上海还有用？你要回答2个问题。第一，你是怎么知道
中共临时改变的会谈地址在南郊湖心木屋的。还有，那天晚上你去见了谁？在我们这行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法则。我的法则就是尽一切可能获取别人隐藏的秘密。别问我用什么手段，你的手段已经影响到了你自身的清白。清者自清。看来你宁愿背上青衣的嫌疑身份。这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结果。我倒想问一下沈处长，你认为谁是青衣？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76号所有人都有可能是，也包括你？当然。如果你是青衣，这个局该怎么破？我们之间相互的猜疑、内斗，已经给青衣最好的掩护了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说出那天晚上你到底见了谁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出青衣。对你来说是解脱。解脱的恐怕不是我。你认为是谁？陆枫。我也在调查他。调查到什么了？在幽山公馆，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和陆枫近距离接触的人，是吧？是的。当时陆枫要杀我，但他开枪之前跟我说了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情。他说他也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。看来你知道。是我把他放在这个名单上的。为什么？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。这个理由成立，但似乎简单了。把他放到名单上，还有其他目的吗？哥哥，我有话问你。你现在不应该在这儿。你认为古正将军真的怀疑义父是青衣吗？从佛手到钢琴师，再到现在的身份，义父像个谜一样。将军关押义父，是不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？关于义父，你还知道多少？花向宇现在怎么样了？还在提篮桥监狱。你要盯紧日本军部对花向宇的一举一动，你赶紧去吧。义父只要说出那天晚上见的是花向宇，他就可以摆脱青衣的嫌疑了。可是他拒不开口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还有花向宇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信任义父吗？那就别问你不该知道的。我们要做的是想怎么帮义父破局。那你信任我吗？如果你还把我当妹妹看待，信任我，我不强求你说出全部真相。
但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的。一个让闪官能够舍命保护的人，一定是隐藏了巨大的秘密。如果能找出这个人，很可能就找出解决闪官最好的办法了。陆枫是繁星名单中的第12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刚刚知道，是闪官亲手把陆枫放到名单里的。但关键是，陆枫到底是谁的人？现在还是个谜啊。这次幽山公馆的行动，本是可以除掉他的，但是行动失败。为什么会失败？有人在干扰我的计划。青衣，你到底知不知道青衣是谁？不知道。那就赶紧查。身边不能有定时炸弹。明白。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任务，就你能完成。在76号交出一个代号青衣的共产党卧底，他可能是任何人。闪官的身份我们也进行了彻查。从火凤凰行动立功之后，进入到国民党体系，一直暗中在为日本人卖命。但是火凤凰行动之前的资料一无所获，他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了解他身份的人，苗长天、陈浩民、松下千雄全死了。沈啸呢？沈啸在国民党总统内务部时被闪官陷害逼走，两个人之前没有任何交集，甚至都没见过面。局长，闪官现在清除了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所有线索，显然他身上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。他为什么要把陆枫放进名单里？甚至连陆枫自己都不知道名单里有他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我看很有可能，这就是闪官布下的一个最神秘的局，也许是在18年前就开始了。这个布局，就是闪官要隐藏的那个最大的秘密。主任，有惊无险，我侥幸过关。您这可不是侥幸过关，您是深谋远虑。我能做的只是些皮毛，最终给闪官盖棺定论的是你的那份报告。闪官这次应该在劫难逃了吧？有难处？闪官的口供里找不出任何多余的问题，只要他开口说明新会谈地址的情报来源和那天晚上他去见了谁，咱们就拿他没办法了。他不是不愿意开口吗？新的会谈地址除了木西河和青衣，其他人不可能知道。还有您也知道啊。人啊，想活得自在，有时候需要不断地骗自己。就像那天你们审我的时候，你和我配合的不是天衣无缝吗？来吧，把你的好酒拿一瓶，咱们得庆祝一下。好。这段时间跟着闪官，委屈你了。您都把性命押上了，我这点委屈算什么？面对闪官这样的对手，
只有押上性命，才能有赢的机会。是，敬您。我已经跟古正将军说了你的情况，并极力推荐了你。感谢主任提拔。机会我给你了，能不能把握，还得看你自己。我知道你和闪官的仇恨，趁此机会，新仇旧恨，做不了断。放虎归山的后果，你我都承担不起。我也想借日本人的手除掉闪官，但他至今不说出情报来源，我怕他给我们下套。如果我们暴露软肋，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。只要锁定他就是青衣，说出情报来源又怎么样？你不会真的认为国正将军怀疑闪官是青衣吧？那国正将军为什么抓他？不是青衣，不代表他没有别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真不知道，但一定是古正将军想知道的秘密，或者是威胁到古正将军的秘密。闪官一直舍身保护的情报传递者，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去见的人。这个人应该是打开闪官核心秘密的钥匙。还有闪官为什么把陆丰放到繁星计划的名单上？这对查出闪官和陆丰的真实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线索。别查了，尽快了结闪官。尽快。你们有敲门的习惯吗？你们难道就想这么袖手旁观吗？你有好的计划吗？没有，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。但凡有一丁点的希望，我也不会像你们这样坐着待着，无动于衷。也许等待是最好的选择。当我没来过。站住，霍飞！你现在不可以轻举妄动。你是在命令我呀？我是在命令你。我只听闪处长一个人的命令。特殊时期，我可以代替处长行使权力，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。这是闪处长交代过的。那对不起，我不是你的人。霍飞，早就想开枪打我了吧？来，打！如果因为你的擅自行动破坏了我们的计划，你知道后果？如果沈处长跟花向宇任何一个人出事儿，后果比你想的更严重。什么计划？义父在被捕之前，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。他有安排，他们应该已经到了。你怀疑我？我不应该怀疑你吗？应该。但在相同的处境下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，包括你的身份。即使我在名单上。是的。既然你早就知道我在名单上，
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知道是最好的伪装。少跟我说这个，我没有防备，随时可能被杀。你身在虎口，只能靠你自己。那新的会议地点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时间紧迫，为了保障会谈顺利进行，我只能先通知木西河。但看到忧山公馆的形势，我才意识到木西河的真正企图，但当时已经晚了。你被木西河设计了，他想杀掉你的同时，也杀了牧羊人，但他忽略了闪官。闪官已经把握全局，计划坐享其成。为什么是闪官？我也是审任导演和闪官的过程中，慢慢明白的。是闪官把你放在反省计划的名单上的。闪官把我写在名单上？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。新的会议地点，闪官怎么可能知道？任导演能知道，闪官为什么不能？木西克在你身边安插了内鬼，闪官也可以。你是说我身边有2个卧底？我现在能做到的，就是尽可能的保护组织，保护你。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因为现在只有我相信你。这是匡伟的藏身地点。陆鹏，现在所有人都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，但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你自己。左教官，在我的印象里，你的成绩不应该是目前这样。对不起，陆枫很难对付。你是卧底，整天跟在他身边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我们有一点相同，从来不在别人背后开枪。我只想知道结果，有没有机会？是您怀疑我，还是上面的人怀疑我？所有的途径都考虑过了，闪官不可能知道幽灵的计划，
除非我是间谍。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。走。现在主要是怕双缅甸。陆枫身边确实还有其他人。还有人？陆枫身边的人不是都死了，所以我被嫁祸了。教官，我是您一手带出来的，是我的责任，我绝不会推卸。但这种事情我绝不会说谎。我可以走了，清除一个人，也就可以走。教官，我不是陆枫的对手，不是陆枫，华翔宇。他不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吗？他如果死在监狱里，那最好了。如果一旦放出来，你第一时间清除他，杀了他，就可以离开深海。是。那陆枫怎么办？其余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。教官，我的家人我都安排好了，他们很安全，放心吧。谢谢教官。来，走这边。
始终不会找到我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峰哥，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？你先回答我，为什么对兄弟们开枪？执行命令，杀人的不只是我。还有谁？我杀江南的时候，有人比我先动手。是谁？不知道。可你对兄弟们动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一起长大？你这么小的举手？山月是我杀的，我还他。我哥，峰哥，别再救我了，已经救我2次了。为什么？匡伟，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兄弟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，经历生死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谢谢你们把我当兄弟。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峰哥，你是反省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，你是日本间谍吗？我不是。我就知道你不是。那你是共产党吗？我也不是。但是共产党让我看到了希望。共产党会为我们国家找到真正的出路。而那一天的祖国，我们不需要再你死我亡。我们这些兄弟可以像之前那样坐在一张桌上，喝酒聊天。峰哥，我想让我教你，就在你住院的时候，我家人对不起和受了，所以我呀。马上帮我找一个叫古月的女孩，哈尔滨人，25岁，现在应该改名字了。从木樨河身边着手。这个姓应该不难找。要快。好。
当年火红环行动被陆方破获之后，上官被抓获，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。上官普吉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，对我们来说，他也隐藏着很多秘密，包括多年之前的几个行动，现在重新调查起来，都有很多牵强的地方。恐怕上官现在也很难自圆其说。我是来替义父求情的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希望将军相信他。青衣没有查出来之前，我没有办法答应你。您还是怀疑他？可能他不是青衣，但是他也不是上官。虽然暂时我不会相信上官，但是我却100%的信任你。你接触上官有段时间了，以你的通察力，难道没有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吗？我相信义父，但我也知道，想要取得您的信任，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您。那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我可以见下花香雨吗？去见一面也好，算是告别吧。上海的夜，安逸的让人心疼，很难想象有一天，这里会战火纷飞。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，想把他们赶走，也只能靠武力。这一天越来越近了，但每一分钟都是煎熬。上海是中国战场的缩影，已经到了最后关头，决战的时刻到了。你说的对，除了木西和安插在我身边的匡伟，上官也在我身边安插了人。是谁？我会找出来的。这个人应该藏得很深，没那么容易，也没那么难。留在我身边还活着的人，也没几个了。只是我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，上官为什么要把我写进名单里？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开的谜题。日本人现在也在调查上官，因为青衣。日本人怀疑我是青衣，不会怀疑上官。现在调查上官，应该是有别的原因。你想到什么了？如果闪官的身份有问题，我也这么想。上官为日本人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反英计划虽然失败了，但为日本人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不应该被怀疑，除非他的身份有问题。日本人一定是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，才会有所动作。如果能够尽快抓住闪官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，应该可以揭开更多的真相。尽快把他找出来吧。有花香雨的消息吗？花香雨被日本人判了死刑，最快24小时执行。我正在想办法救他，
你别着急。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。你再有所动作，会马上暴露身份。还是我想办法吧。你现在没有筹码，很难从铁栏桥监狱把华夏宇再救出来。况且日本人有可能用华夏宇来引你现身。我现在对日本人而言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你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，名单上的人对日本人都很重要，哪怕是假的。对。既然你在名单上，反倒可以利用一下。我认为这是你目前唯一的筹码了。局长，匡伟死了。陆丰干的吗？是。与其狼狈防守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先除掉华夏宇，让陆丰也尝尝失去的滋味。匡伟说的那个人查到没有？最晚明天出结果，据说有收获。让他们赶紧查！为了一个男人，值得吗？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，只有为自己活着才知道吧。我跟你不一样。我是来和你告别的。你在死刑犯的名单上，24小时内就会执行。这次恐怕谁也救不了你了。解脱了。你的眼里就只有陆丰吗？你难道感受不到义父对你的关爱，感受不到哥哥和我的心痛吗？这场战争让我们做出了选择。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自私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们站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中国人。太可悲了！你连知道自己是谁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姐，快点！哪人呀？中国人。从哪来到哪去呀？从该来的地方来，到该去的地方去。我送你去。这谁？罗宇。拿着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这具尸体你们怎么确认的？我们只是冷冻。他面部无法识别，你们怎么就能确定这具尸体名字就是罗宇呢？这个我们不管，而且尸体来的时候已经标注了的，我们只是记录。标注好了。这些尸体来之前都标注好了吗？就这一具呀，其他尸体的面部很好辨认，还需要标注吗？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是怎么了，好像人人对我们的工作都持怀疑态度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还有谁来过？你们的人啊，对着这个尸体问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。怎么问的？还有必要重复吗？你说不说？这具尸体面部完全无法识别，怎么确定就是罗宇？尸体送来的时候已经做了标注，我们只是记录。所有尸体来之前都标注了吗？只有这一具啊，别的尸体面部很好识别，不需要标注。人什么时候走的？就在你进来之前，刚走。对不起，哥，我不能跟你走。你的任务完成了，立刻离开上海，不要和任何人联系。您的预感是对的。我查了闪关近10年在时间地点上重合过的所有内部情报人员。这个白鲸原名古月，哈尔滨人，曾经在满洲待过，并与闪关有过交集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是罗宇的女朋友。罗宇参加了牧羊人行动，是陆丰的人，但很有可能他是闪关派到陆丰身边的卧底，但人已经死了。白鲸
是话务总机处接线员，他有机会窃听我们所有的情报。我精心布的这么一个局，居然让一个小小的接线员给泄露了。闪官的谍报网扑到我们的毛细血管里来了。去，把这个女的给我带来，马上！马上查一下这部电话，昨天下午1点到1点10分打出去所有电话去向的具体地址。是。买到了，明天下午1点的车去哈尔滨。小月，这个你拿着，咱们得马上离开这里。咱俩得分开去火车站，到了火车上咱俩也得分开坐。咱们哈尔滨老地方见。如果我没有能按时间来，你必须远走高飞，你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你。你一定要来，不然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一直在那儿等着你。强子是你杀的？是。你是长官派的军统的卧底？是。长官到底什么人？他在为谁工作？